如果小弟搬到离大哥而去，便是薄情寡义之人。如今江南祸乱已平，大哥也算是功德圆满了。小弟虽然未死，却已成了废人，便是领了封杀，也没什么滋味了。做个清闲的陶人自在。大哥，小弟去意已决，哥哥回京造册，就不要再写小弟了。武松断臂出家6合4后，宋江等梁山好汉几乎都忘了他。多年之后，唯有一个人去看望了武松，并且还与他一起祭拜了鲁智深。但是谁能想到，这个人却是曾经最瞧不上武松的人，甚至与武松之间还有一些过节。他便是小旋风柴进。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这一段尴尬的剧情，翻遍整部《水浒》原著都找不到。原来它出自于《水浒传》的衍生小说《水浒后传》。该书一共有40回，主要是写善中的梁山好汉李俊、燕青、阮小七等32位英雄再度起义的故事。我们都知道，在《水浒传》小说中，柴进也是梁山好汉中少有的幸存者之一。征完方腊后，他被朝廷封为武节将军，官至横海军沧州都统制。但柴进担心日后会被奸臣加害，于是便假装患病，选择辞官回乡。而在《水浒后传》一书中，柴进的故事也正是从这里开始展开的。根据这部小说中的描述，柴进在告老还乡以后，本以为能颐养天年，可是没想到没过多久，宋朝便遭到了金人大举入侵。由于宋徽宗昏庸无能，很快汴京城也就失陷了。在金人的铁蹄下，皇宫一片狼藉，百姓流离失所，甚至最后就连宋徽宗都被掳到了异国他乡。眼看国难当头，身为皇族后裔的柴进便再度燃起了斗志。在戴宗的帮助下，他重上一马穿落草，与几个善中的梁山好汉参与抗金战争。而几番征战下来，柴进等人不仅成功击溃了金军，并还顺利地将宋高宗护送到杭州。此后宋高宗便在杭州建立南宋，为了表彰柴进的战功，他亲自下诏书封赐柴进为太子太保。但是此时的柴进仍旧不想为官，听说李俊在暹罗国当上了国王，他就随便找了个借口，打算到海外投奔李俊。而途经杭州时，他想起了当年征剿方腊后，昔日的梁山兄弟武松在当地的一个寺院出家，于是便决定前去探望一番。而此时的武松在6合寺已经待了有1年的时间，每日吃斋念佛，早已没有了往日那般意气风发的形象。得知柴进来专门看望自己，武松很是吃惊。虽然两人曾经是梁山兄弟，但是却没有任何的交集。要说武松在梁山上的好朋友，只有鲁智深、孙二娘夫妇和施恩这几个人。至于柴进，之前根本就没有把他放在眼里，而武松对他也很不满。当初武松因为年轻气盛，吃了官司被柴进收留在庄上。然而由于武松的身份比较卑微，再加上脾气也不好，所以柴进对他的招待就有些不周。奈何武松是个爱面子的人，他感到自己不受重视，就经常借着酒劲打人，搞得庄上鸡犬不宁。刚开始柴进还睁一眼闭一只眼，可是时间长了，大家都来告状，柴进也开始对武松厌烦。虽然嘴上没直接说让他走，但是给武松的待遇就更加差了，以至于武松病倒在柴房都没人管。后来武松在这里遇到了同为避难的宋江，见柴进待宋江特别热情，联想到自己初来乍到时的待遇，武松心里也更加窝火。于是在病愈后，他第一时间便离开了柴庄。所以在入伙梁山坡前，两人的关系都一度很僵硬。那么柴进又为何会想起要看望一下武松呢？主要还是因为武松身上的英雄气概把他感化了。要知道武松自从离开柴庄后，人生便立刻触地反弹，景阳冈打虎，斗杀西门庆，醉打蒋门神等事迹在江湖上广为流传。柴进听说后，自然会对武松产生新的看法。征讨方腊时，武松虽被砍断一臂，但却看破了红尘。他的那种远离尘世、不贪富贵的做法，让柴进心中又产生了新的敬佩之意。所以后来柴进才有了看望武松的想法，一则是对之前的安排表达歉意，二则是与武松再续兄弟之情。随后两人一同祭拜了鲁智深，并且柴进还在6合寺住了几日，与武松畅聊过往，好似又回到了往日在梁山上痛快的时刻。只可惜这一切早已是物是人非了。